我们家是住在北京的胡同里的，大概有200平左右，养了来自世界上各地的600多种植物，住了5年多了，大概有2/3的时间吧，都是在疫情的期间。有一个小院儿，还有一个露台，有大树遮阳，有潺潺的水流，隔离在家，其实都没有那么苦闷，觉得还挺幸运的。我是浙江杭州人，北大的社会学的博士，现在是一个995的上班族，定居在北京也已经有将近15年了。我是河南人，动画这个专业，最早的小马奔腾啊、完美世界做这个艺术总监，收集植物的这个癖好也有10几年了吧。我是最早一批多肉爱好者，不过瘾，就开始涉及到其他的植物，但是后来就发现房子不够，就开始找大房子，再找带院子的，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的。这个房子最大的点有2棵特别大的核桃树，房子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养很多的植物。主房里面是开了3个长条形的天窗，自然光尽量的引下来。很多植物其实冬天没法过冬的，为它们做了一个暖房玻璃房，位置正好是在这个大树的下面，冬天树叶落掉以后不影响采光，夏天里面特别凉快。铺着制石，吸水透气，还有一个透明的盥洗室。养的比较多的有那个气树、热植类的、龙舌兰类的，原生种的话是遍布全球的，应该是马达加斯加象牙宫、南非的龟甲龙啊，还有一些跟仙人掌是同一个物种进化，在树皮上生根，很细长，就像头发一样。露台上面养的都是那些仙人掌啊、芦荟啊、龙舌兰这种特别喜欢强光耐旱的植物。为了让植物的面积增加，在房顶做了这种阶梯。儿童房外面是一片小竹林，别的婴儿刚刚生出来只能躺在那边看白白的天花板，我家女儿看到的是风吹着竹叶摇动。我的同事有的时候就会跟我说，你住在这样的家里还有心情上班吗？像现在特别火的去民宿住一住，或者是去露营，在我们家好像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。植物多了以后，它自己会形成一个小的气候，空气会变得好很多。因为植物，我们对四季的感知也变得很鲜明。春天叶子的颜色是最丰富的，白白的膜包着，里面露出嫩嫩的粉红色的芽苞，就像婴儿的小手往外伸。落地的门打开，桌椅板凳什么的搬到院子里。每年秋天，我们家的屋顶就噼里啪啦的掉核桃，能掉几十斤。然后我就带着我的闺女出去捡核桃，然后核桃树叶掉在地上，我们就采树叶。去年突然发现那个核桃树上长出了葡萄，是我们种的一棵葡萄，它的这个藤蔓都已经缠到了树枝上。冬天外面下了雪，在屋里面吃个火锅，喝杯暖茶，看那个小院的这个雪积起来，第2天会有野猫呀，会有黄鼠狼走过的那个小的脚印。你帮我洗，你帮我挤点肥皂行吗？有一天我在那边洗漱的时候，突然抬头一看，小五在那个屋顶站着，好像是在山巅上一样。冷水一激，才想起来自己还是处于闹市之中。我女儿今年快4岁了，一出生就住在这个小院里面的，也没有把仙人掌、龙舌兰这样会刺到孩子的拿走。我们就是希望她生活的这个世界丰富度是很够的，希望这种感知上的健全能够给她的人生有一个很好的奠基。他养植物吧，让我感觉特别像一个匠人。6点起来，在院子里面忙活，夏天的时候得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浇花，秋天扫树叶，往外运好几筐。每年冬天都要把几百盆植物往屋里运。为什么需要去健身房撸铁呢？在家只要搬盆就可以了。
我干这个事儿吧，一般人可能受不了，但是我呢是乐在其中嘛。现在就发现我们家还不够，又找了一个5000多平的养植物的地方。其实小武呢一直都有一个造植物园的梦想，所以我现在呢算是稳定的工作，然后支持他去实现人生第2阶段的这个梦想吧。去年我和小武都刚40了，也有一些中年危机什么的。我之前呢还是很循规蹈矩的，就是按照社会对我的期待，然后上学呀、工作啊这样子。然后认识小武，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。小武现在做的这个事情，让我觉得他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，这一点还是很打动我的。我们还是想让更多的人不仅能够来我们家，也能来我们作为花园里面去体会到这种片刻的治愈。